我就是个跑腿的，一个月挣不了几个子儿，乡下住的也是破瓦房。可我没想来相亲，更没有对金凤妹子有非分之想，是家里那几个孩子硬把我嫁过来的，我也没办法。姐妹们，听见没？不止陈建国这个软饭男想攀高枝，是他们陈家一家子的蚂蟥都想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老的在前面装可怜，小的在后面等着分钱，这嫁过去不得骨髓都被吸干喽。各位姐姐稍安勿躁，这样吧，咱们按节目流程来，先去连线记者探访陈先生的家，说不定看完以后，大家会对陈先生有个不一样的了解。行啊，那可太好了。就让全国观众都看看你那破家到底能有多寒酸。好，那咱们就跟着镜头一起走进陈建国的家。快！节目组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所有之前的古董字画全部都给我藏起来。管家，这副气垫式真机放哪儿？塞鸡窝顶上，用稻草盖上，那地方没人翻。别往里屋搬了，猪圈扔猪圈里跟猪食套放一起。这可是大钱官药。是三小姐1800万拍回来的，让你扔就扔，反正老爷子也不懂。管家，老爷子的米是国宴特供5常大米，袋子上有标，这怎么办？把袋子撕了，米倒进厨房那个米缸里。对了，把那秦岭石做的米缸砸开到裂缝，漏点米出来，看着更像穷人家。等等，这2名成化斗彩鸡缸杯就别藏了，直接摆桌上。大管家，这价值4000万的东西就这么摆桌上？你就在里面装点剩汤剩菜，谁看得出来？清行爷用的伏虎宴，给鸡当食盆。是。胡开文的顶烟老墨拿去垫桌角，还有那几个帝王绿原石抹上灰，全都丢门头上去当压门砖。是。节目组的人到了，快！所有人收拾干净，立即撤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伴儿在哪儿的节目连线，让我们随着直播间的镜头，揭开男嘉宾生活里最为真实的一幕。陈建国，你生的那3个吸血鬼也不中用啊，这么多年了，没一个能给你换套房的，还真是穷到根上了。这一家子得没用成什么样，才能几10年都换不起一套房子。孩子们也想把我接到城里的房子去住，只是我自己更习惯在乡下干农活，种。闭嘴吧你！我可跟你们讲，就他家那3个孩子，全都是打工仔，挣得仨瓜俩枣的，租个地下室都够呛。你们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就这穷酸样也跑来占着台子，下去吧你！导演，这场面控制不住了，要不要中断录制？中断？你疯了吧？在线人数马上要破1000万了，还在涨，让他们继续骂得越狠，咱们流量越大。各位姐姐别着急。我们的记者马上进入陈先生家里，也许里面别有洞天呢。这房子比我爷爷家的还破，这条件也敢上相亲节目？节目组是懂流量的。等口，那喂鸡的是什么东西？黑黢黢的，看起来好像是个古董。有没有可能人家是已经富豪？楼上醒醒，小说看多了吧？会长，上班时间也不干点正事儿。哼，一天天净看这些无聊的节目，能有什么出息？会长，我知道错了。会长。咋的了？不可能，这等宝物拿来装基石，这不是糟践东西吗？会长，一个农村人家里能有啥宝贝让您这么激动啊？而且那不就是个普通砚台吗？普通砚台？那可是……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现在立刻去联系老丁，让他马上打开电视看这个节目，快！老丁，丁教授，你是指那位特级文物鉴定专家丁教授？对，就是他，快去！会长既然要请动丁教授，那个宝物岂不是国宝级？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进入陈建国家的客厅。就这破地方，冰箱是这家里唯一的电器，我家狗窝都比这强。你们看那碗都破成什么样了，还拿来装剩菜？桌子缺了角都换不起，还拿2块黑木炭垫着，这得穷成什么样啊？就是我家门口垃圾桶里捡的凳子都比这桌子强。关掉，吵。好的，丁教授。老丁，你快去看那个相亲节目《老伴儿在哪儿》，有国宝级大发现。什么？
国宝级？等等，别管！这是御题诗盛宴啊，御什么虎宴？御题诗盛宴，这乃是青龙爷的御用砚台。什么？青龙爷的御用砚台？那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村里？教授，您没看错吧？我绝对不会看错。那肯定是哪个不识货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在村里捡着了，不识货就拿回家喂鸡了。不，这砚台早就问世过，而且全世界仅此一方。最后一次拍卖是3年前的欧北至尊拍卖会上，落锤价8000万。那它怎么可能流落到咱们这儿的一个普通人手里？教授，您的意思是说，这个男嘉宾的身份是个顶级大佬？累死了，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大老远跑来也就拍了点破烂。下次还有这种嘉宾，可千万别叫我来了。这穷地方，你以为我想来啊？等会儿下半场咱们早点结束，早点走。等等，你闻到了吗？好香。姐，这到处都是鸡屎味儿，哪儿来的？哎，还真有一股香味儿，好像是米香。这不可能！咋了，姐？这分明是国宴特供的五常大米。什么？就这米？还国宴特供？这种破村子不可能！我以前采访过国宴后厨，这米和我之前接触过的一模一样。真的假的啊？姐，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我靠，这生米嚼着都有一股清甜，越嚼越香，跟咱平时吃的完全两码事儿。没错了，这香气、外观和味道都符合特族五常大米独有的特质。可一个跑腿老头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所有吃的标签都被撕了，这里面一定有古怪。连酱油、醋这种调料都是国宴特供，这男嘉宾的身份绝对不一般。帆，这个屋子绝对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一定有大秘密。青龙官窑。青龙爷的大花瓶，一个就能顶帝都一套房。我靠，姐，我这齐天石的大虾是不是也能买一套房？这可是大几千万啊！姐，我们要发了！发个锤子，咱们摊上大事儿了！家访探秘环节一阶段暂时结束，感谢前方记者带来的画面。现在到了女嘉宾们做选择的时刻。哼，这还用想？这种穷鬼多看一眼都得沾一身晦气。姐妹们，你们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家里连个像样的电器都没有，桌子缺角拿黑墨炭垫，这种条件也好意思来相亲？就是一家子打工的，嫁过去喝西北风啊！对不起，既然大家对我不满意，我先走了，耽误大家时间了。等等，现在在线人数马上就要破2000万了，必须想办法把他留下来。等等，陈先生，我为你留灯。心动灯。叶女士为陈先生点亮了今晚第一盏心动灯。我没看错吧？这阿姨这么好看，竟然为那个农村人爆灯，这怕不是节目组为了搞流量故意这么整的吧？哇，在陈先生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叶女士竟然毅然而然地下了心动按钮，这是真爱呢，还是一时冲动呢？各位姐姐，你们怎么看？嘿，还心动灯？我看他这老绿茶就是想在节目上立牌坊，回头就去钓大款。我为陈大哥留灯，
是我看到了陈大哥身上的优良特质，那就是自强自立、本心善良，我很欣赏他。倒是有的心里脏的人，看什么都脏。叶婉楠，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一直在这儿叭叭个不停，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看来大家的分歧是越来越激烈了，不过没关系，越是争议大，我们越要探个究竟。正好有人按下了心动按钮，那我们就得按照流程进入2阶段的深度探秘。还进什么2阶段？缺角的桌子和边的碗，你也不嫌磕碜？你要真看上他，直接出去领证也好，洞房也好，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就是，直接领走得了。这要嫁过去，全村都得夸他菩萨心肠，连陈建国这种破烂都收，那其他老光棍不得被他包圆了？老丁，你到底看出什么名堂了？说话呀！蠢货！节目里这些人都是蠢货！这缺角桌子，金丝楠的，还是罕见的阴沉木？什么？金丝楠阴沉木？这2个所谓豁边的菜碗，呸！这2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只少说2000万，2只就是4000万，都他妈拿来装生菜呀！看见没？我问你看见没？看见了，这不2块碳吗？碳，这可是胡开文的顶烟老墨，还是为李远章大人封爵定制的仓配试款，你管这叫碳？你这么些年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什么？那得多少钱才能买着啊？国宝级的古董，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按你的意思说，这是个非比寻常的大佬？何止是非比寻常，那简直是深不可测。他家随便拎出来一样东西，都是国宝级藏品。老丁，我懂你意思了。面对这么一尊大佛，咱们不能干坐着，得去现场。对，没错，买最近的机票，我们一定要去节目现场拜会这位大佬。走，快走！荒谬，太荒谬了！会长，您不是最烦相亲节目了吗？怎么还看生气了？把顶级帝王绿翡翠原石当压门桩的人，竟然被一群不识货的蠢货嘲讽，我能不生气吗？会长，会不会看错了？而且这人看着不太像什么大人物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帝王绿翡翠原石？我张某人纵横商界30年，棘手的原石没有10万也有8万，什么时候看走眼过？这料子只要让我看到点成色，就绝对走不了眼。这陈建国肯定是位深藏不露的大佬。光是几块原石，您也可以弄到手，也不至于。这等料子，我弄回来是当宝贝供着的，而人家直接丢外边当压门砖。什么？那这一对比的话，这个人不比会长您的身价还高？这还用说？那茶几是明清皇室御用的顶级硬木海南黄花翠，这个顶柜更了不得，满彻的老山檀香木。什么？满车的老山檀香木，那不是随便一根就能拍出上亿的价格吗？还是有价无市，这也太夸张了吧！不错，就是这么夸张。而且他家其他家具全都有做旧的痕迹，分明是刻意隐藏身份。现在立刻安排车，我要亲自去节目现场结交这位隐士大佬。是。行啊，叶婉楠，你要真喜欢这穷酸鬼，现在就跟他在全国观众面前抱在一起亲一个，敢不敢？金凤，你能不能有点羞耻心？哼，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要么你们立刻按我说的做，要么你就承认自己是借这个穷鬼炒作自己，否则我现在给这个穷酸鬼赶出去。金凤妹子，你骂我可以，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皖南妹子啊！哟，这就互上了。你们还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儿周子豪是江城商会的主管，大儿子更是大夏第一北辰财团的经理，也是节目的投资人。我今天就是要欺负你们！你太过分了！这就过分了。这人吧，穷不可怕，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地位才可怕。来人，给我把这个臭乡巴佬丢出去！现在，立刻！几位先别激动，有话好好说。你们够了！你要护他，那正好，我连你一块丢出去。走，快！南妹子，你快让开！他们是冲我来的，别连累了你。我不让！你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凭什么这样欺负你？死婊子！我已经忍你很久了，给我动手！等等，所有人听我说，陈建国先生根本不是什么穷跑腿的，他有着绝无仅有的惊人身份。这幅字落款是王羲之，还有这幅画，张万千的真迹。我们还在陈大爷家中发现了大批瓷器，全都是稀世古董，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拥有的。
什么？一帮瞎了眼的蠢货，敢在这儿侮辱陈老！这幅字落款是王羲之、张万千的真迹。我们还在陈大爷家中发现了大批瓷器，全都是西式古董。我的老天爷，那可是王羲之的字帖啊！如果是真物，随便裁下来一个字儿，都能在2环买套房了。你们看那个青花瓷大缸，那釉色，那包浆，前几年港岛拍卖会上出过一个类似的，拍了整整3000万啊！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个送外卖跑腿的穷光蛋吗？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古董？什么？老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字画？别提了，我那小女儿为了不让我去干跑腿，非要弄一堆破字画挂在家里，说什么让我修身养性。我一个粗人哪懂这些？那些瓷器呢？总不能也是为了修身养性吧？这个啊，是上个月白菜便宜，我寻思着买点缸回来腌酸菜，我就打电话让我儿子顺路给带几口。结果这小兔崽子也不识货，给我买些没用的花瓶回来，一颗白菜都塞不进去，害得我今年的酸菜都没腌成。拿国宝级字画修身养性，拿西式光窑腌大白菜，这世界疯了还是我脑子坏了？疯了！有钱人的世界难道都是这么离谱的吗？哎呀，陈老先生，您大隐隐于市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真是让我们这些俗人自行惭愧。不是，主持人你误会了，这都是我孩子随便买的，我真不懂你们说的什么国宝不国宝的。女主持，我要求节目组修改规则，我要重新爆灯。对，陈哥刚才没有看中别人，说明我们都还有机会。陈哥，刚才都是误会。陈哥，您看我行吗？我还会做酸菜呢。都给我安静点儿！你们是不是傻？看不出来他家的古董全都是假的吗？金凤，你什么意思啊？人记者可都说得明明白白，怎么可能是假的？就是，人家刚才都没正眼瞧你，你是不是故意搁这公报私仇呢？我公报私仇？你们动动你们那装满水的脑子，好好想想。他陈建国就是一个干跑腿的农村人，哪来的钱买得起这些国宝？再说了，他陈建国要是真有几百亿的身家，还用得着跑来这相亲节目上丢人现眼？对呀，甄大佬哪有闲工夫来这儿相亲啊？我就说这剧情怎么这么魔幻呢？差点就被这老东西给骗了。他肯定是提前知道了节目组有家访环节，所以故意在病西街上买了这些9块9包邮的假货，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码，就是为了骗取咱们这些女嘉宾的感情。臭不要脸的老骗子，穷疯了吧你！真恶心，拿一堆破塑料骗子装富豪，赶紧把他轰出去！金凤，我什么时候骗人了？你怎么可以瞎说呢？大家都冷静一点，陈大哥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这些东西是古董，怎么能叫行骗呢？还不承认呢？等会儿我就让现场记者验个清楚，把你的真面目拆得干干净净。我再说一遍，等会儿主持人问起来，你们就说不知道、不确定，听懂了吗？导演，这能行吗？我看这架势，这陈老头铁定是个大人物，我们得罪了他可就完了。你傻呀？得罪他的是那些女嘉宾，跟我们节目组有什么关系？就按我说的做，错不了。位于现场的思瑶，我们这边的观众现在对这些古董的真伪存在质疑，请问你在现场有什么看法吗？主持好，我们确实在现场发现了不少疑似古董的物件，但我们节目组并非专业的文物鉴定机构，无法对这些藏品的真伪做出专业的鉴定。这是什么？我刚刚好像看到了那个，我好像也是，快倒回去。不行了，我这心脏受不了了。1天之内，先是青龙玉题师承宴，又是张万千、王羲之真迹，现在连那个都出来了。老师、会长，你们说的那个到底是哪个啊？青棱地玉宝，太师少师钮寿山石，青龙玉脸之宝玺。什么？老师、会长，你们没看错吧？那寿山石的质地，那温润的包浆，还有那太师少师钮的雕刻姿态是独一份的。天哪，那这得值多少个小目标啊？这已经不是钱能衡量的了，这是国宝中的国宝，你懂吗？我们现在该关心的不是这东西值多少钱，而是能把这种国宝随意放在角落当摆设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没错，小李，接我们的车到哪儿了？来了，就是那辆。快上车，我要立马见到这位顶级大人物。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简直是暴殄天物！会长，你消消气。消气？我怎么消气？那几个物件就算是个外行，也该看出不是凡品。
哪怕是仿品能做到这种水平的，那也是大师级的工艺，价值不菲。他们居然说是假货！5分钟，5分钟之内必须给我开到会场！我今天非得抽烂那几个老女人的嘴巴不可！大家听到了吧？记者刚才说无法鉴定，那就是假的。他陈建国就是个骗子！不是的，我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够了，林金货，你这样欺负一个老实人，真的很有意思吗？我就算欺负他，又关你什么事儿？倒是你叶晚南，跟这个老头非亲非故，为了他跟我作对，我看你才是脑子有毛病。导演，现场快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别慌，邀请嘉宾一起去他家搞突袭直播，一定爆火！各位观众请冷静。为了帮助陈先生自证清白，也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们节目组临时决定增加一个特别环节，让我们的嘉宾一起去陈先生的家里实地考察。去我家？我就是来参加节目，怎么还跑去我家了呢？陈先生，这也是为了证明您的清白啊！如果大家在您家里看到了这些藏品，确定了价值，不就真相大白了吗？陈建国，你不敢，是怕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身败名裂吗？好，去就去。我陈建国行得正，坐得端，没什么怕见人的。我们的外景直播信号已经接通，一起来看看叔叔阿姨们的第一站吧。家人们瞧瞧这地方，狗来了看了都得摇头。这破地方能有宝贝，我看连老鼠去了都得饿死啊！各位观众，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揭晓陈先生的终极真相。一帮有眼无珠的蠢货，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这位先生，我们正在进行全国直播。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究竟是谁？张会长是那个给我公司投资了1000万的江南商会张会长。什么？那位身家超100亿的江南商会会长？这大佬怎么会出现在这种综艺节目现场？您真的是张会长？我没时间听你废话，告诉我陈先生在哪儿？您是说的那个陈先生，是那个涉嫌诈骗的陈建国吗？你再给我说一次！会长，节目组已经带人去陈先生老宅了，他们说是要带嘉宾去探秘，我看就是为了流量，故意整着出去羞辱陈先生。什么？如果陈先生今天受了半点委屈，我保证你们这个节目明天就会永久停播，所有参与的人员被永久封杀。我张振邦说到做到，去老宅，快！封杀？张会长竟然为了陈建国要封杀整个节目组，连江南的商界泰斗都坐不住了，这陈建国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是书法协会孙文山，这位是文物鉴定专家丁教授，请问陈建国先生在哪里？又是找陈建国的，他是那个官方鉴宝节的常驻嘉宾，国家首席鉴定师、特级文物修复专家丁教授。没错，我也在节目上见过他，把这等大佬都引来了。难道陈建国家里的东西真的是宝贝？我们没时间跟你废话，陈先生人呢？陈先生已经跟着导播车回老宅了。看，他们准备进陈先生的老宅了。哎呦，什么破玩意儿！把我新买的皮鞋都刮花了，真是一屋子破烂。大家看看，这就是陈建国家的宝贝，一块不知道刻了什么玩意儿的破石头。他在做什么？那是青龙御用的蓝宝玉玺，是国宝中的国宝，竟然就被他砸了。什么玉玺？你们节目组，你们这群罪人，你们摊上大事了！这不关我的事儿啊！那方玉玺，但凡有一丝划痕、一块缺角，就是毁坏国家1级文物。你们节目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准备牢底坐揣吧！老丁，别跟他废话了，赶紧走！陈老家里全是国宝级文物，要是让那个疯女人再折腾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哼！完了，咱们节目要完了！你们瞧瞧，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又破又烂，墙皮都脱落了，一股子霉味。这条件真不知道怎么有脸拿出来上节目的。你们先坐下歇会儿，我去给你们沏点茶。起开！要你废话！我的衣服，我的高定长裙啊！哎呀，不好意思，伤到没有？快擦擦！陈建国，你这个老王八蛋，你故意让我坐在这个烂桌子前面，就是想看我出丑是不是？我没有啊。
林金凤，你到底讲不讲理？明明是你自己撞了桌子，才把菜碗弄翻的。老陈好心拿纸巾给你，你怎么还动手打人？我凭什么？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这一身衣服全都是国际顶奢大牌，加起来大几十万，现在全被这个死老头子毁了。我不只要打他，还要他赔。林金凤，节目现在可是在全国直播，观众都看得一清二楚，是你翻了东西还动手打人，是你该向老陈道歉。道歉？行啊，想要道歉是吧？那这就是我道歉的方式。林金凤，你干什么？这虽然不值什么钱，但都是我女儿送给我的。我砸你这些破烂还要征求你那铺盖仔同意不成？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拿我没办法。林金凤，你简直无法无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在别人家里搞破坏，你还有没有底线了？无法无天的是你们。我已经通知了我小儿子周子豪，他可是江城商会的主管，马上会带专业团队过来，现场打假陈建国手里的这些破烂玩意儿。到时候全国观众都会看到我林金凤为民除害，他们都得感谢我。我从来都没说过这些是什么古董文物，这只是我孩子们孝敬我的心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咄咄逼人啊？哟，装不成隐藏大佬就开始装可怜呐！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你们骂我也就算了，凭什么侮辱农村人？往上数3代，大家祖上都是种地的，没有农民你们吃什么？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我妈？这谁呀？好大的派头！还愣着干什么？扶起来！这什么破房子，门槛修这么高，存心办人是吧？哎，我的乖儿子，你可算来了，摔疼没有？妈，我没事。没事就好。你们都看好了，这是我儿子周子豪，江南商会的主管，平时见的大老板，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妈，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个伪造文物骗人的老家伙吧？没错，儿子，你今天必须为民除害，绝对不能让这个老骗子拿这些假东西出去骗钱害人。交给我。假的，全都是劣质仿品。要是这种工业垃圾以次充好流入市场，那还了得！今天我就代表江南商会，把这些假货就地焚毁。还有那张桌子，你怎么能随便烧我东西呢？你闭嘴！要是再敢帮腔，我让我儿子连你一块烧！这什么桌子？怎么会这么重？你们一个个都瞎了眼不是？还不知道上去搭把手！住手！那都是我孩子的心意呀！老东西，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就是弄虚作假的下场。你们这些人一来我家就又骂又砸又烧，跟强盗有什么区别？你伪造文物还有理了？老娘这叫替天行道！无凭无据，你们凭什么说我造假？凭什么？就凭你是个没出息的死乡下人，凭你的子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跑腿的打工的。这桌子和字画要是真的，你们10辈子都买不起。行了，你们赶紧叫2个警察来，把这个伪造文物的诈骗犯抓回去重判，免得脏了大家的眼。你说要重判谁？还不快救人！你他妈谁呀？敢动我的人！陈先生，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你是？这是那张金丝楠阴沉木的桌子。陈先生，这是谁烧的？一堆假货而已，我让我儿子烧了，有什么问题吗？怎么，你还想打我不成？来，照这儿打！你
你敢打我？儿子，你老娘被人打了，你快收拾他！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打我妈！告诉你，老子可是江南商会的主管，信不信我这就让你在江南彻底混不下去？你说你是江南商会的主管？没错，看清楚了，江南商会主管。这他妈的，我江南商会怎么会招进这种脑干缺失的蠢货？得罪了陈先生，这不是把商会推进绝路吗？怎么知道怕了是吗？现在立刻给我跪下，向我妈磕头道歉，再赔个180万的精神损失费，兴许我还能在江南。老东西，聋了吗？还不赶紧跪下给我磕头道歉！蠢货，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我的名字叫张振邦。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等一下，江南商会会长不就是叫……你是会长？不是，会长亲自来鞠躬。这跑腿大叔怕不是满级大佬来新手村扶贫的吧？大叔家里还缺看门的吗？会喊666那种。林金凤母子刚才有多狂，现在脸就有多疼。我要是节目组，我现在绝对只想跑路。姐，咱们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3000万了，但是弹幕怎么还有人叫我们跑路啊？你也是个蠢货。哼，3000万！你们母子当着3000万观众，蓄意破坏陈先生的资产，毁坏古董文物，都不用等节目结束，你们就可以进去蹲大牢去了。齐先生的虾去图，张先生的山水12条片，还有这是上好的金丝楠阴沉木啊，全毁了，全都毁了！什么？这些竟然都是真迹？这缺角的破桌子还是金丝楠阴沉木？会长，您是不是看走眼了？这穷光蛋怎么可能买得起真迹？这肯定是天桥底下10块钱批发的破烂货。听好了，蠢货，这些东西国宝级文物就是稀世珍品，加在一起10个亿都不够你赔的。什么？10个亿？周子豪，即日起你从江城商会取名，我江城商会没你这种不知死活的蠢货。妈，完了，全完了，我工作没了，还要赔10个亿，我这辈子完了。没出息的东西，给我起来！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妈，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传闻张会长素来神秘，你见过他长什么样吗？妈，你的意思是他找演员冒充会长？当然，我和陈建国当了这么多年邻居，他那3瓜2枣我还能不清楚？他连买斤猪肉都要还半天价，能认识什么大人物？那个谁，你刚刚说你是江南商会的会长，那我问你，你是哪年当的会长？商会总部在哪儿？你手底下几个副会长？你说得出来吗？说不出来了吧？要我说，有的人还真以为租套西装就能出来装大尾巴狼了。陈先生，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就亮出来吧，要是再让他们闹下去，把您气出个好歹来，我们节目组可真担待不起啊。大妹子，你们到底在说啥呢？我真的就是个普通跑腿的。那个黑乎乎的桌子是我闺女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说是实木的耐用。地上那些画是我儿子在网上买的装饰画，烧了我也挺心疼的。之前在节目直播里我就看见陈先生家里那些顶级古董家具都有故意做旧的痕迹，现在加上他这方法，肯定是在刻意隐藏身份。我要是现在强行替他出头，会暴露他的身份。可要是不管，这无知泼妇指不定还得干出什么恶心事儿，我更没法取得陈先生的原谅。这下可难办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正是因为大家的慷慨解囊，才能成功让这件流失国外的绝世青铜器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陈总客气了，能跟着您为国家文物回归尽一份力，是我们的荣幸。各位过誉了，今天就到这里，散会。陈总，您快看看这个吧，陈叔上热搜第1了。哦，没想到我爸那小老头还挺受欢迎的嘛。不是的，您赶紧点去看看，出大事了。恶心，穷鬼，老光棍儿。他们这么侮辱我爸，简直是在找死！那几个女嘉宾现在还在陈家老宅闹事儿，您看怎么处理？备车，回老宅，我要让他们知道惹怒陈家的代价。乡亲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吧？这什么江南商会会长，根本就是陈建国这穷酸老头请来的群众演员，还整出个什么齐天石、张万千的假话，真是笑死人了！就是，我们江南商会的会长怎么可能会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破村子里来？他们就是找了个糟老头来冒充，想敲诈我们。这么说确实有点可疑啊！堂堂江南商会会长根本不可能看相亲节目，更别说来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他真是什么牛批会长，那也不是搞古董的。
凭什么他说是国宝就是国宝？凭什么他说值10亿就值10亿？想讹老娘，找屁吃去吧！那如果是我说的呢？那如果是我说的呢？哟呵，又是哪来的糟老头子？陈建国，你今天请的群演还挺多啊，组团来骗钱了是吧？居然是丁教授，没想到连国家文物界的定海神职都来了。我原以为我已经够高估陈老了，现在看来他的能量还是远超我想象。陈老，实在抱歉，我们丁老、孙老，你二位快看那边！这纸张的纹理，这落笔的神韵，这是张万千的真迹啊！还有这半张，分明是齐天石的绝笔。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流传千古的无价之宝，怎么会被烧成这副惨状？这反应也太真实了吧？难道地上的真的是绝世文物？丁老、孙老，在下是江南商会会长张振邦。造成这一切的是这2个无知狂徒，是他们母子俩非说陈老的字画是赝品，硬生生点火烧毁了，无知毁坏的珍贵的文物，那是文化传承的瑰宝，你们这是在犯罪！哎呦喂，还在吓唬我呢，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真以为自己是奥斯卡影帝啊！陈建国，你为了讹我们，连这种声泪俱下的老戏珠都找来了，看来真是下血本啊！放肆！你们睁大狗眼看清楚，这位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丁长玉，丁教授。什么？什么？我好像有些印象。可如果连这种泰斗级别的人物都要对陈建国鞠躬问好，那陈建国的身份岂不是要上天了？哼，陈老的身份连我等都望尘莫及，也是你们这种跳梁小丑可以肆意辱骂的。陈建国，你现在可出息了呢，连国家泰斗都对你都望尘莫及，难不成你是玉皇大帝？妈，你说这老头今天要是没讹到咱们，这些演员的工资他能发得下去吗？别的我不敢说，但这位的确是丁教授。哼，你又是哪根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吧？这是上个月我亲自采访丁教授的官方报道，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查。不可能，这子豪他们俩难道真是？陈老，对不起，是我们来晚了，让您收藏的国宝毁在这等蠢妇手里，是我等的失职。老陈难道真的是大人物？坏了，我这20年明明还藏得还挺接地气的，怎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哎，你严重了，严重了！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不是什么陈老，这些也就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陈老，您就别谦虚了，我们这次冒昧前来，除了拜访您，更重要的是为了那件国宝中的国宝，那方清耀帝御用的剑芒玉玺。什么玉玺？我不知道啊。丁老、孙老，那方玉玺可能已经碎了。蠢女人，你竟真把这等国宝摔碎了！这世间怎么会有你这种畜生都不如的东西？要怪你们也该怪陈建国，怪我？没错，就是怪你。要不是你把玉玺丢在地上，刮黄了我的鞋，我怎么可能会砸掉它？你把大明成化帝御用的斗彩鸡缸杯也砸了！陈建国，我真没想到你为了得到我，竟然会用这种肮脏下作的手段。你弄坏我的衣服鞋包，故意害我砸坏这些古董，不就是逼我向你妥协吗？行，我承认你赢了。我知道你喜欢我这么多年，始终不好意思说不出口，但看在你愿意为了我付出这么多的份上，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不过呢，我也不是什么随便的女人，今天你弄坏我的衣服鞋和包，就先100倍补偿给我，让我看看你的诚意。简直不知所谓！你个无知蠢妇，以为靠着撒泼打鬼、胡搅蛮缠就能把自己摘干净吗？你今天摔碎的是国宝，国宝中的国宝。坏事做多了，迟早是要摔跟斗的。丁教授，您说的是真的？这真是国宝？我从业40余年，从未看走过眼。这方青龙御览之宝玉玺，货真价实。果然我猜的没错，这个陈建国绝对是顶级大人物。这真是国宝，我不会被这个蠢女人连累吧？我们今天这么羞辱陈建国，岂不是完蛋了？陈先生，这方玉玺虽然受损严重，但仍有修复空间。还有那些碎了的鸡缸杯、烧毁的字画残片，对于我们文物研究院来说，
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希望您能允许我们将它们带回去修复。看来他们并没看出我的身份，可一旦这件事发酵出去，我的秘密就彻底藏不住了。您放心，所有费用由我们承担，修复完成后一定原物归还给您。抱歉啊，两位专家，你们肯定是看走眼了。这些东西就是我几个孩子在夜市上随便买来送给我的工艺品，真的不是什么古董。这怎么可能？陈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你又在发什么疯？你们两位的专家身份或许是真的，这几件古董你们也或许没看走眼，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敢把东西交给你们修复吗？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他偷的。偷的？你说这么多文物全都是偷的？那我倒是问问你，正常人谁会把值钱的东西当破烂乱扔？肯定是来路不正，不敢声张。就是，刚才问他这些东西哪儿来的，他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谁家真有宝贝，早就锁保险柜里了，这绝对是赃物。说的有道理啊，哪有人把古董当破烂扔的？难怪他一开始死活不承认是古董，原来是心里有鬼。陈老，他们都逼你到这份上，你还不为自己澄清一下吗？我没偷，这些东西真的是我孩子送的。你编瞎话能不能动动脑子？开口闭口就是子女送的，你子女不就是几个在城里打工的穷鬼吗？他们哪来的钱买几千万的古董？就是啊，打工的能给你买国宝。陈先生，您就不要再隐藏了，他们都怀疑到这个份上了，您就实话实说吧。这些东西的来历，还有您到底是什么身份？老陈，咱不能这么委屈自己，这口气不为自己争，也得为子女争。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们都在呢。好，那我现在就给我女儿打电话。证据确凿，还打什么电话？什么女儿儿子都是你编出来的！我现在就把你这个盗宝贼送进局子里去！把我爸送进局子里去？你好大的胆子！星河，爸，您没事吧？爸没事儿。你不是在上班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这帮人都骑在您头上作威作福了。我要是再不回来，恐怕他们接下来就得杀人放火了。哟，小丫头片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杀人放火？你爸偷了这么多名贵的古董，他才是最该死的那个。偷古董？装，继续装。人家院士和会长都来确认了，这玉玺、这鸡缸杯全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要不是你爸偷的，怎么可能出现在你们这种穷酸货的家里？星河啊，你跟爸说实话，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今天这么多人看着，咱们得解释清楚啊！放心吧，爸，咱们家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这些东西都是我和大姐、二哥平时买给您的。什么？真是你们几个买的？一个小姑娘家的，别的不学，学着扯谎。就你们这几个在城里打工的穷鬼，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还学人家买几千万的古董呢！真是什么样的爹，教出什么样的骗子！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我骂的就是你们，不然你打我呀！他们打我也就算了，你个小贱人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也敢打我？现在立马向我爸赔礼道歉，不然后果你们承受不起。啊！我跟你这个小贱人拼了！你该死！看在我爸是个老好人的份上，我给你们最后一个道歉的机会，话不说第二遍，你们自己选。呸！让我妈跟你们这群乡下的农村人道歉，门儿都没有。本来我帮我爸报名这个相亲节目，只是想给他找个真诚踏实的老伴儿，安度晚年。但你们这帮人个个品行不端，连跟我爸站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好在还有叶阿姨在。叶阿姨，多谢您能在节目上一直维护我爸。初次见面，这只手镯就当是谢礼了。我的天，这可是纯正的帝王绿翡翠手镯，看着成色和水头，价值绝对在100万以上。什么100万？星河啊，这东西太贵重了，阿姨不能收。您就收下吧，保不准您和我爸还能牵手成功呢。我就当是提前恭喜你们了。孩子的心意，你就收下吧。陈先生的女儿出手就是几百万的帝王绿，这真的是个打工的。你们还不道歉是吧？行，你们今天打碎的所有东西，全都必须照价赔偿。刚才我粗略估算过，地上这些损毁的古董字画，总价值大概在将近15个亿。15亿？你这老东西做梦没睡醒吧？想钱想疯了！
这些破烂玩意儿明明就是陈建国这个死窝囊碎自己弄碎的，关我们什么事儿？想讹诈我们，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我告诉你们，我哥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他马上就会到，等他一来，就该轮到你们跪下磕头道歉了。是吗？那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今天不管谁来，谁都救不了你。你这死丫头，少在这大言不惭！等我大儿子来了，我非要撕烂你的嘴！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敢在这个破地方欺负我周家人，活腻歪了是吧？儿子，你可算来了！你看看你妈，今天被他们3个轮番扇巴掌，那个什么会长打我，那个老教授也打我，还有他，这个小贱人也打我。我活了50年，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哥，他们仗着人多，根本不把咱家放在眼里。那个女的还说谁来了都救不了我们，真是狂得没边了。你们听好了，我是北辰财团江门分部财务经理周锦明。北辰财团？那不是咱们大夏第1财团吗？年纪轻轻就是北辰财团的经理，前途无量啊！哎呦，林大姐，原来您儿子这么有出息，您真是好福气呀！我生的儿子，那当然是人中龙凤。我哥可是北辰财团的经理，今天有我哥在，你们就等着受死吧！真没想到这个蠢货竟然还是大姐公司的员工。北辰财团，那可是大夏第1财团，绝对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这位周经理，请你搞清楚了，今天是你妈和你弟弟在陈老家里打砸抢烧，损坏文物。闭嘴！我妈都被你们打成这样了，今天这事儿没有任何商量的条地。刚才你们怎么扇我妈的，现在就让我妈加倍扇回来，否则我会动用北辰财团最强的法务部，告得你们倾家荡产。听见没？跪下！现在就给我跪下扇，扇到我满意为止，谁都不许停！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跪还是不跪？你们最好想清楚了。3。周经理，您别生气，都是我们不对。我女儿她年纪小，不懂事儿，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啊。爸，你不用求他们。星河，你别再犟了，那可是北辰财团啊，大夏最厉害的财团，连张会长他们都不敢得罪，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怎么惹得起啊？爸，您放心，这种小问题我能解决。爸，要是让你知道北辰财团就是咱们自家的产业，怕不是下巴都要惊掉了。一个小小的区域财务经理而已，谁给你的资格调动北辰的法务部？你懂什么？我的顶头上司是赵东来赵副总，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所有人去要饭？你的意思是你能一个电话把赵东来叫来？行，那你现在就打，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我去要饭。我就是吹个牛逼，我哪真请得动赵副总大驾呀？怎么，你是手机没电了吗？还是说人赵副总根本不认识你呢？没关系，我帮你。三小姐，怎么了？赵东来，北辰有个蛀虫惹到我了，我要你立刻来一趟老宅解决它。没问题，5分钟我一定赶到老宅。备车，去城郊陈家老宅，快！还有5分钟，你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买单。我原本以为陈建国已经够不要脸了，没想到他养出来的女儿比他还不要脸，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赵副总是日理万机，连我都不敢保证能联系上他，你竟然还想一个电话就把人叫来？除了陈董和他的家人，还没人能做得到。你说对了，北辰财团董事长就是我大姐。等等，让我捋捋，听你这话里的意思，古情这富可敌国大夏第一的北辰财团是你们家的产业啊？没错，你这个蠢货还有点脑子。姓陈的人多了去了，你以为你也姓陈就能跟陈董攀上关系了？做梦！你还真是不害臊。你自己看看，这个直播间3000万人都在说你哗众取宠，是个跳梁小丑。还有3分钟，你冒充三小姐，不仅是损害了三小姐的名誉，更是损害了北辰财团的名声。这么大的事，赵总一定会亲自到场，到时候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小陈啊，听我一句劝，别再触这个霉头了。北辰财团的能量通天，真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星河，阿姨相信你不是坏孩子，不会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咱们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叶阿姨，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他们伤害了你，
也伤害了我爸，所以他们通通都得付出代价。我听到了什么？付出代价？就凭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你配吗？死贱人！我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了。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和你这个老不死的爹贵不贵？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和我爸跪下？把摄像机关了，接下来的画面不适合直播，我要处理点私事。周经理，这直播间还有3000万人。我叫你关掉，你听不懂人话吗？好的，进来。你们想干什么？有些乱叫的狗，我倒想看看是他们的骨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周经理，你们怎么羞辱我这个老头子都可以，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女儿。太迟了，给我上！麻烦事儿还真是一波接一波。哎呦！爸，你这是？哎呀，好奇怪啊，他们怎么自己就倒了？真奇怪啊！废物，2个人都打不过一个老农民，都给老子滚进来！刚刚运气好，让你放倒2个，我倒要看看这些个一起上你还怎么顶得住。这么多人得上点真功夫了，难不成我今天就要在这里暴露了？住手！都在这里干什么？赵总，您终于来了。这蠢货刚才到底是干了什么？就是他冒充3小姐，还有他那个爹拿着假古董在节目里招摇撞骗。最关键的是，他们竟然敢对我们北辰财团出言不逊，简直是无法无天！你说什么？就是啊，赵总，我儿子看不过去，要把他们抓起来，结果他们连北辰财团的人都敢打。赵总，你看，他们还打我，简直是无法无天。依我看，就应该马上把他们全抓起来，押到牢里去，定个死罪。你们血口喷人！赵总，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们老陈家清清白白，从没有干过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儿。那些东西，爸，不用说了，清者自清，我们不需要去求任何人。这群蠢货真是厉害啊！这是把天捅了个对穿呐！放肆！赵总在这里，你什么态度啊？还清者自清？你是在教赵总做事儿？真是不知死活，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赵总面前装大尾巴狼！你笑你妈呢！信不信老子马上就让你滚！闭嘴吧，蠢货！赵总，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小姐，属下管教无方，让您和伯父受惊了，还请您恕罪。陈小姐，伯父，星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赵总，您千万别被这个臭婊子给骗了，她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她怎么可能？再敢对陈小姐不敬，信不信我今天我抽死你！明明我才是身份高贵迷人的林金凤，凭什么这些大人物都去帮陈建国那个穷酸会，还一个个的扇我巴掌？不公平，这不公平！星河，你怎么会认识赵总这样的大人物？哦，就是机缘巧合下认识的。伯父伯母，你们有所不知，当初我遇到大难是陈小姐出手相救，我一直记挂着这份恩情，所以特地寻了些小玩意儿送给陈小姐。小东西，我可听张会长说，这些加起来价值得上10亿呀！区区10个亿而已，比起救命之恩不值一提。但我这片心意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破坏。今天你们母子2人打碎的这些东西，你们要么要歇了1分不少的赔钱，要么就别怪我启动北辰财团最强法务部，私闯民宅、蓄意伤人、损毁财物、破坏文物这几条罪名，把你们送进去判个终生监禁，那都是轻的。赵总，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啊！我们真的不是有意要打碎这些天价宝贝的。哥，你快说话呀！快跟赵总解释，我们就是手滑，是不小心弄坏的，对不对？你快帮帮我们啊！对啊，锦明，你和赵总说，我和你弟是不小心的，你快说啊！赵总，我们真不是故意的，求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这回吧。我们就算砸锅卖铁，也赔不起上亿的钱啊！你只不过是怕了而已，但凡你是真的认错，也不该是来求我。陈小姐，我那是猪油蒙了心，胡说八道的。你们刚刚强闯我家，满嘴喷粪的那股气是哪儿去了？那个赵总啊，您看我妈和我弟您都罚了，那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集团已经启动了对你的离职审计程序，你最好别被审计团查出问题来。赵总，你不能这样啊！我为公司流过汗，我给公司欠过单啊！就算公司不要我，也不能让审计来。拖走，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星河，不，陈小姐，刚才你们母子三口口声声要欺辱的人，是我爸；动手要打的人，也是我爸。陈叔，我求求你了！我混了10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给人当牛做马，才好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啊！我不能被开除啊！你大人有大量，帮我求求情吧！妈，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过来跪下给陈叔道歉啊！我可是你妈，你让我给这个窝……别磨磨蹭蹭的了，快点儿！今天我要是和你们一起进去了，咱们全家都得去喝西北风。老陈，对不起，之前是我们不对，是我们的错。你们2个废物还杵在那当木头桩子，赶紧滚过来跪下！今天你们要是不跪，回去我把你们的腿都给打断！对不起，我们再也不敢了。陈叔，陈小姐，您看我们全家都给您跪下了，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您2位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们这一马？我保证以后绝对夹着尾巴做人，绝对不会再犯了。爸，这件事理由由您来决定，您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周继明、林金凤，如果你们今天只是对我言语羞辱，或者只是打碎了这些古董，我都不会跟你们计较。谢谢陈叔，谢谢陈叔，您真是活菩萨。但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对我女儿出手，所以抱歉，我不能原谅你们。老陈，你不能放开我！陈小姐，给我一条活路吧！放开我儿子！你们这群没天理的，我跟你们拼了！把他们一家连同视频证据打包，一起带去执法局立案，交由执法机关处置。我跟你们拼了！你们会遭报应的！还有你们2个，似乎和我们北辰财团有合作，你们的人品让我很不放心。我会立刻启动对合作业务的专项审计，但凡查到任何污点，会直接整理成材料举报至司法机关。陈小姐，不关我们的事儿啊，我们都是被林金货那个毒妇蛊惑的，是他逼我们来的。是啊，陈小姐，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你们无需向3小姐求情，如果审计结束之后没有查到你们作奸犯科，我们自然不会把你们赵东来他们太聒噪了，我们家不欢迎这种吵吵闹闹的人。来人，把他们俩也赶出去。陈小姐，那我这边也就不多叨扰了。丁教授非常抱歉，这些损毁的文物还得麻烦您去修复了。不敢。没能保护好这些文物，也是我们的失职。你是好，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修复这些文物。赵东来，文物修复的事儿就麻烦你协助丁教授完成，我请我爸和叶阿姨出去吃顿好的，给他们压压惊。没问题。不对劲儿，今天这事儿绝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北辰财团的赵总怎么可能对一个普通丫头这么毕恭毕敬？那是自然，他们的身份根本不可估量。那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啊？哎，丁教授，你倒是说清楚啊！老李，是我，赶紧帮我动用所有的人脉，去给我查查一个陈山河的人，帮我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背景，越快越好。爸，您倒是说句话呀，别让人家验你干坐着。那个婉楠，多吃菜。我这老爸平时看着挺靠谱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成了榆木疙瘩？星河，今天这事儿真是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那帮人还不知道会放肆到什么地步呢。叶阿姨，今天这事儿我得谢谢您才对。我爸这个人老实巴交的，嘴又笨，如果不是您帮他说话，我爸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建国是个好人，我只是觉得他不该被这么污蔑。叶阿姨，我记得您今天可是为我爸爆灯了，您到底是觉得我爸哪儿好呀？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赶紧吃饭。爸，今天路上有点堵车，我们没来晚吧？你们怎么也来了？叶阿姨您好，我是陈婉舟，
这是我弟弟陈千浩，中午就听星河提起您了，现在一见果然和善可亲。哎呀，你们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叶阿姨，我爸这个人呢，优点很多，善良、踏实，就是有时候太老实了，嘴笨。哪有？不，晚舟，你说的这些不是缺点，这些恰恰是我选择和他在一起的原因。您的意思是，您同意和我爸在一起了？这种事情我可不会开玩笑。婉楠，你可想清楚了，我就是个乡下跑腿的，家里那房子破破烂烂的，你跟着我要吃苦的。老陈，你说的这些我都有，我看重的是你的善良、本分、有担当，这就够了。姐，哥，要不现在就把我们的身份告诉爸爸，让他别有那么多顾虑。我觉得行。不急，等他们结婚那天，给他们一个惊喜。而且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视频，总觉得爸好像也有事瞒着咱们。哎呀，爸，您听见没？人家叶阿姨都同意了。再说了，叶阿姨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爸，人家叶阿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您就别犹豫了，快表个态呀！陈建国，我们结婚吧。我就这么稀里糊涂把婚结了？怎么了？不开心吗？不是，就觉得跟做梦一样。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气质又好，我就是个种地喂猪的乡下人。行啦，现在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以后就不许再说这种见外的话了。咱们还是想想晚上去吃什么，庆祝一下吧。喂，哎呀，班长，对，今天晚上啊，行，没问题。老陈，今天晚上我有个高中的同学聚会，定在望月楼了，你能陪我一起去吗？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好，那我也回家准备一下。晚上6点，我在望月楼门口等你。老爷子，老爷子，赵东来，恭喜老爷子，喜结连理。你有心了。对了，婉瑜把北辰财团管得怎么样？回老爷子，当年您创立的4大财团，如今都蒸蒸日上。北辰在婉瑜小姐的管理下，更是一骑绝尘。只是有话直说。想当年，老爷子您一人统领4大财团，海外资本闻风丧胆，那才是真正的盛景啊！如今总觉得少了那股子锐气，要不您再回去接着干？不了，你也知道我当年为什么隐退，现在找了老伴儿，更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刚领的。明白。只要老爷子您高兴就好。哦，对了，那个望月楼是你在管吧？是，老爷子是有什么事交代？我那田里种了点瓜果蔬菜，纯天然的，你帮我摘些送到望月楼去。晚上我和老伴6点在那儿吃饭，你也带些回去给你妈尝。是，老爷子，我这就亲自去办。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我呀，确实该好好过个晚年喽。赵总。这位老爷子真那么厉害吗？何止是厉害，老爷子当年一个人就能搅动全球的商业风云，各国顶级资本在老爷子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我爹当年还是老爷子的贴身保镖，牛逼不？我的妈呀，这也忒牛逼了吧！那后来呢？后来各国资本开始玩阴的，我家老爷子在护送老爷子妻子的路上，被他们的人伏击了。打那以后，老爷子就退了，要不然国外那些资本哪抬得起头来？不说了，摘菜去。多大人了，还玩种躲猫猫的游戏，不嫌幼稚吗？说吧，从我领完证就一直跟着，想干什么？爸，我们就是想问问您到底是有什么隐藏身份？我的事儿你们就别打听了，打消这个念头，安安分分过你们的日子。可是爸，没什么可是。对了，晚上你叶阿姨有个同学聚会，给我准备一套像样点的衣服，再弄辆车过来，别太张扬。但也别太寒酸，不能让你叶阿姨在老同学面前丢了面子。爸，您知道我们的身份？不然呢？你们那装的破绽百出的，真当你爸我是傻子呀？我的天，之前还说我花钱大手大脚，说我们浪费钱，合着全是装的。老爸，这也太狠了，把我们全都骗过去了。这……老爸如果只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根本没必要藏这么深，更有可能是爸他根本不能暴露身份。周总，听说叶婉楠最近2婚了，可不是嘛？我听人说对方还是个干跑腿的农村人，还是他在那个中年相亲节目上找的。
你们说可笑不可笑？我可记得咱们周总上学时追了叶婉娜好几年，她离婚的时候，您不还说只要她回头随时欢迎吗？怎么一转眼她就这么想不开，嫁了个农村人啊？她爱嫁谁嫁谁，跟我有关系吗？哼，我现在身家千万，我儿子更是在千军国际拍卖上当副总裁，我会缺他一个离过婚的女人？那倒是，周总您现在的身份地位，他叶晚说可高攀不上。就是可惜了您当年一片痴心，现在倒好，白白便宜了个乡下种地的，真替您不值。婉楠，好久不见了，大家都挺好的吧？婉楠啊，听说你最近二婚，嫁了个农村人，怎么不带来给我们看看？藏着掖着是怕丢人吗？他有点事儿在忙，晚点到。农村人嘛，干的都是些粗活累活。望月楼这种高档地方，他多半是不敢来了吧？婉楠，不是我说你，这家望月楼的包厢可是我儿子提前了1个月才订到的，出入的也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你那位要是真到了，怕是连大门都进不来吧？你说你当年在学校里多骄傲啊，挑来挑去，我还以为你会挑个人中龙凤，结果呢，最后就嫁了个干跑腿的农村人。要我说，你真该去医院看看眼睛了。真要去医院看眼睛，也该是你那些前妻去，毕竟他们总不可能是图你家暴、出轨、打老婆才嫁给你。叶婉楠，你少在这里牙尖嘴利。我结几次婚怎么了？老子有钱，只要我愿意。我现在50岁了，照样有大铺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排着队倒贴我。钱确实能买来很多东西，但自己也能赚钱，用不着你这种人来施舍。你的意思是，在座的姐妹们找个条件好的老公就是没有真心，贪图钱财喽？你看不起我就算了，怎么连老同学都看不起？婉楠，你这话确实有点过了。咱们女人图个安稳有错吗？哼。门口那辆车是谁的？挡住贵宾通道了，麻烦赶紧挪一下。瞎了你的狗眼！老子开的是奔驰，什么狗屁人也配让我去挪车？你早说是劳斯莱斯幻影，我不就好了吗？行，我这就去，顺便认识认识。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司机不懂事儿，车停的不是地方，挡了您的道，我这就挪，这就挪。您看看这个。建国，都是皖南的老同学，就算了。这是皖南的老公，这看着也不像农村人啊。何止是不像，就这长相、这气质、分高低，都得是亿万豪门出身。建国，这是怎么回事？哦，一个朋友顺路送我过来的。我就说嘛，一个跑腿的怎么可能买得起豪车？原来是蹭朋友的车呀！皖南，你这老公不行啊，出门还得借车，太没面子了。地里刚挖的红薯，还有自己种的菜，纯天然无公害，大家一会儿尝尝鲜。皖南，你老公可真有意思，来望月楼还自带食材啊？那可不，跑腿的嘛，省钱省惯了。这人跟你什么朋友啊？借你车还把你送到这儿，该不会是租车公司的吧？嗨，一个有钱的朋友，正好顺路捎了我一下。说实话，这车坐着浑身不自在，还是我那辆小破车舒服。我看他是不习惯坐好车，跟他这人一样，上不了台面。这红薯你就自个儿留着吃吧，望月楼可不让带农产品进来。不让带？不会吧？我经常让他们帮我加工的。你可别吹了，望月楼是江南最好的酒店，你还经常来，来了还指定菜，你当这是你家厨房呢？也不知道有的人到底是什么本事，能让人放着山珍海味不吃，反倒是去吃红薯，真有意思。嗨，这城里人吃的哪有我们乡下的东西正宗？我还是让他们帮我加工加工吧。你这人是好赖话听不明白是吗？我的意思是，李经理，好久不见。老天爷，
这尊大佛怎么突然跑这儿来了？这位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帮我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蒸个红薯，炒个青菜。好的，我们马上去准备。李经理，你们这儿能自带食物？还是红薯这种农项护测品？我做事还用你教？来望月楼吃红薯也不嫌磕碜。同学们，人到齐了，走，入席。建国，咱们中午领的证，这才到晚上你就有事儿瞒着我了。万南，你等等，你听我解释。周总，我敬您一杯，您可真是我们同学里的骄傲，不像我们家那个干啥啥不行，现在还在给人当司机呢。别说事业比不过，就连教孩子那也是比不了周总。我孩子花钱送出国留学，回来找不到工作，天天在家啃老，愁死我了。说到这事儿，谁不头疼啊？我儿子985毕业，一样家里蹲。人周总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千军国际拍卖行的副总裁了。嗨，孩子们怎么样，全看当爹的有没有给他们做好榜样。我这辈子就是信奉一个道理，男人就得拼。要是自己都一把年纪了，还没个正经工作，整天跑跑腿、种种地，那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各位贵客请慢用，这是陈先生带来的有机红薯和蔬菜，我们行政总厨亲自处理的。行政总厨，望月楼的行政总厨不是只给 SUIP 客户下厨吗？那他这得是什么身份，能让行政总厨亲自给他做饭？万南，你尝尝，这个很甜的。确实跟城里买的那些味道完全不一样。叶万南，一个破红薯就把你满足成这样，真是没见过世面。我说你这老公也是，不想着怎么让老婆过上好日子，就只会拿个红薯来哄人。我周某人白手起家，奋斗20年才有今天的身家。我儿子从小就看我这么拼。我问你，陈建国，你的孩子呢？你的孩子现在都在干什么？能拿得出手吗？哎呀，那个相亲节目上都说了，他那3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呢。打工的，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你这样的人也只能教出这样的孩子了。大家的孩子要是有工作上的困难，尽管跟我说，我儿子在千军拍卖行还是有人脉的。不过嘛，像陈建国家孩子那种学历太低的，我可就爱莫能助了。就说这千军国际拍卖行的老板，那更是了不得，年纪轻轻就跻身福布斯排行榜。听说那老板叫什么陈千军，对，陈千军，那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陈千军，那不是你儿子的名字吗？婉南，你是不是想当豪门阔太想疯了？婉南啊，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千军国际的陈董那是天上的人物，他家那个打工崽子给人提鞋都不配。婉南，现在社会很开放的嘛，你要是不想和这个乡巴佬过，那就离婚呗。再求求周总，人家说不定还给你留了机会。哎呀，我说你这农村人老公怎么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呢？原来都是装的呀！为了今天同学会撑场面，下了血本吧。千军国际的董事长陈千健，的确是我的二儿子。万南，这是你教他说的吧？我就说你怎么会看上这么个窝囊废，原来是听话啊！万南，别装了，我知道你不甘心，拜金就直说嘛，不丢人。离开这个废物，跟着我，我保证你以后天天穿名牌，开豪车。哼，你个穷鬼，连自己老婆都满足不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哦，对了，我听说你前面那个老婆就是被你穷死的吧？就是被你穷死的吧？你敢打我？撬我墙角，我只当是疯狗乱吠，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拿我亡妻说事儿。我那也是为皖南着想，我怕他跟着你吃苦受罪。难道我说错了？那要是有本事，老婆会死吗？建国，都过去了，别听他胡说八道。过去？哼，过不去了。你敢打我，我告诉你，我儿子就在这酒店谈生意，你给我等着。喂，喂，爸，我在楼上谈生意呢，怎么了？天明，你在哪儿？快带人到楼下包间来，你老子我被人打了！什么？在我的地盘上还有人敢打您？爸，你等着，我马上带人过去。老陈啊，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农村人，好不容易来了城里，就得懂城里人的规矩礼仪，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就是，周董是你能得罪得起的吗？犯了错就得认罚，赶紧给周董敬酒赔罪。为了在皖南面前吹几句牛批，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不值当啊！今天这瓶酒你给我吹了，不然我不可能放过你。哼，周总，这瓶酒我替他。皖南，千军是我儿子，你无需向这种人低头敬酒。建国，你跟我说实话，千骏国际的董事长陈千骏真是你儿子？是。好，我信你。哈哈哈，死鸭子嘴硬，死到临头了还在装。陈千军要是你儿子，老子今天就把这桌子吃了。老周，消消气，大家都是老同学，他也是为了面子下不来台，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算了吧。算个屁！我周天红在江城不说是大富大贵，但高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打我？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活腻了，也敢对我爸动手？是你还是你？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世界顶级拍卖行千军国际的副总裁周天明，我手里经手的拍谱，随便出手一件，赚的都顶你们一辈子的工资。今天我爸在你们这群人里挨了打，打人的人如果不站出来给我个交代，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老陈，你就不怕他们真的动手？就算他们真动手，也未必能打赢我。陈建国，我看在皖南的面子上，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这瓶酒你给我干了。再说一句，我是穷酸鬼，我是蠢货，我今天就放你一马。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天明，把人给我带走。行，既然有人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把这个装逼的老东西拖走。什么情况？天明，好久不见。老陈董，爸，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位是千军总的亲爹。天明，你认错人了吧？他就是个乡下种地的老农民啊！哼，就是。天明，你瞎叫什么？他这穷酸样不可能是什么大人物。今天你必须帮我出了这口气。爸，你给我闭嘴！你想害死咱们全家吗？你干什么？他明明就是个屁！千军董的爷就爱住乡下，我可是亲自去乡下给他送过东西的，绝对不可能认错。实在对不住啊，老陈董，我爸他今天多喝了2口猫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满嘴胡言乱语，您大人有大量，可千别跟他一般见识。别叫我什么老董，我陈建国就是个普通人。千军国际是孩子一手打造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老天爷，他竟然真的是那个千军国际太上皇！完了，刚才咱们还帮着老周挤兑他，这下可是把真佛给得罪死了。建国哥，今天都是我不对，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看在皖南的面子上，看在咱们都是老同学的份上，饶了我这一回吧。是我的错，是我猪油蒙了心。皖南，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你，都是我嫉妒心作祟。看你和建国哥感情好，才编造那些诋毁你的话，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行了，别打了，这么大岁数了，当着你儿子的面在这里自扇耳光，还嫌不够惹人笑话吗？建国哥，天明在千军拍卖行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才做到今天副总裁的位置，实在是不容易啊！我求您别为难他，不然的话，我这当爹的以后在他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我今天只是过来陪皖南吃个饭的，
从来没想过要为难谁。饭就吃到这里吧，这包间里的空气太闷了。建国，我们走。好。好了没有？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吗？快了，快了，别急。好了，睁眼吧。老陈，这是千军非要安排的。我说太高了，他说爸，您得浪漫一回。我想着带你那像在天台上看一次日落。陈建国，你什么时候学会浪漫了？不是学的，就是想让你高兴。这又是哪个孩子准备的？这是我自己跑腿攒的，跑着跑着就攒够了。挺好看的，比钻戒好看。那你戴戴看。陈建国，嗯，